有一位抖音粉丝啊，他是一位飞无人机的高手，他表示各种机型都飞过，什么穿越机啊、直保机啊、航拍机啊，各种飞机都飞过，各种穿洞、穿楼、穿车底啊，各种高难度动作啊都不在话下。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他也有翻车的时候。并且呢，这一次翻车翻得比较狠，大家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台机啊 ，L2 啊，机器看起来也没什么损伤嘛，但是大家请看一下他写的纸条啊，方工救一下我的无人机，被他割了下手臂，缝了8针。兄弟，我觉得你不应该救无人机啊，你应该先救一下你自己。你有病，你有病。之前5.8G 信号不好。在其他地方修过没修好，一直用的2.4G 信号也没问题。抖音粉丝他就写了个大概啊，但是他在发过来之前呢，我有问过他详细情况啊。他是前一段时间呢，在一个郊区啊，去执行一个飞行任务吧，算是做一个任务。做完任务之后，飞机不是降落吗？降落的时候呢，就习惯啊，跟很多飞友一样啊，徒手抓飞机，把飞机用手啊直接把它倒转过来。他就会停桨嘛，他就去抓。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也是跟平常一样啊，上手接近飞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飞机突然往他的脸上扑，下意识的手臂去护住他的脸，大家可想而知了啊，手臂就被这个桨叶划了几下，当场就见红了，缝了8针，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飞机呢，其实看起来也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啊，看起来还好。他就说有个地方。有个机壁有点裂开，他用胶水粘过，我看一下是哪里。他说的应该是这里啊，这个地方好像有被胶水粘过，但是这里也没问题啊，其他的都还好啊，整体看起来都还好。我现在是不敢飞的啊，这个我必须得先测试一下，先上个电给大家看一下。好，开机音乐有了啊，云台也自稳了呀，问题不大看起来。但是他说过之前修过5.8G 的信号。没修好，它一直都是切的2.4G 在用，但是也没问题。好，我具体看一下是什么情况。这里没有任何报错耶。他说信号不好，我把飞机稍微拿远一点点啊，大家看遥控的信号，看一下是不是像他说的信号不好哎，拿远一点。哎，还真的是。拿了2米不到，现在信号 RC 信号键黄色了啊，已经掉2格去了，这个明显不对。然后呢，他是这样操作的啊，他说的是在这个地方图传这里啊，给它切到2.4G 就没问题，哎，信号就满回来了啊。但是这个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这个飞机失控的原因吧，这个就有点不太对劲了啊。他说这回寄过来呢，要我帮他全面检查一下。顺便也帮他把这个信号问题也一起修好，给他切回到双频，信号马上就掉了，看见没有啊？这个信号确实是有问题啊，先关机。根据他所描述的情况啊，飞机突然他想用手抓的时候突然失控，我在想是不是他哪里操作失误，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去抓飞机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各种机型他都抓过。我只能先通过这个飞机整体外观来看一下啊，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明显的外观损伤的地方。先看一下2个前机臂啊都挺稳的，中框看起来也没变形，后机臂呢也还 OK 啊，甚至连这个桨叶都没怎么烂呢，这桨叶很旧，一看就是他原来用过的。现在只有把它拆开看一下，先看一下它这个信号的问题，我感觉应该不是信号的问题导致的这个。 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ar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飞机失控，揭开上盖，先解决它这个信号问题啊。好，拆下核心板，揭开这个图传信号的功放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屏蔽盖子。粉丝朋友描述的一致，这一块区域确实被修过，然后很明显也看得出 5.8G 的这个图传功放芯片也被换过啊，这个芯片也被换过，但是换完之后呢，并没有什么效果，它这个芯片焊的也没有问题啊，
既然这个功放芯片换过之后也还是有这个信号差的问题，那说明应该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也没有掉元器件啊，没有联系的地方，就根据它的工作原理吧，查一下啊。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信号？可能有很多兄弟不知道啊，5.8G 的图传芯片啊，它是有一个主供电进来的，这个供电的话就是相当于给这个5.8G 的芯片提供一个供电。因为我之前也修过类似很多的问题啊，这里基本上我就不需要去看图纸啊，这个电阻它主要是负责一个供电的。我们来量一下啊，它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的？我们来量一下它的对地阻值啊。这一量就不对了呀，对地阻值居然有1000多，不对啊。那另外一端呢？另外一端500多，哎，是对的。难道就是这个电阻本身有问题？啊，这也太简单了啊！我量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打到欧姆档啊，在线测量也可以的。43K。不对啊，这个阻值偏大好多倍了。正常我记得只有5欧左右的啊，因为这个板子我经常修，太熟悉了。拿一块一样的板来做对比，把坏板拿走啊，相同的位置，这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是多少啊？那6.2欧，这是对的呀。直接把这个电阻换掉啊，直接把损坏的电阻拆掉。从料板上面呢拆一个好的电阻过来啊，花了一点时间啊，把这个电阻换好了。我们再来测量一下它两端的对地阻值是有没有恢复正常啊？因为这个板上面现在发热啊，所以它的阻值呢会偏低，这是正常的，基本上是没问题了。再量一下这个电阻本身，10几欧啊，问题也不大啊，没问题。全部装起来，拼装一下，看一下这个信号问题解决没有。OK， 现在信号是满格的啊。我现在要我们的摄影师拿着飞机往外跑啊，看一下信号问题解决没有啊？交给我们摄影师，拿着它往外跑。好。看一下啊，我们的摄影师正打开门往外走啊，好，出去了，走到外面去了，走到外面去了。信号，大家看 RC 信号依然是满格啊，走到办公室的外面去了，没有任何问题。OK， 好，他现在应该回来了。那信号问题的话就肯定解决了啊。那这么看的话，这个飞机应该就没问题了。难道这么容易轻松秒杀的吗？先装回去啊，在飞之前先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把桨叶全部拆掉。它有些报错呢，刚开机静止的时候它是没报错的，但是你一打桨它才会报错。那我就打桨了哦。起桨了啊。依旧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去拿去试飞。1 hour later， 刚刚吓尿了啊，幸好去测了一下啊，现场惨不忍睹啊，这个无人机差点变绞肉机。刚刚我差点也跟这个粉丝朋友一样啊，被这个桨叶给绞了，就是莫名其妙啊，飞起来都没有任何报错，还悬停了一会儿，然后呢，我一打杆啊，它就不受控，往一边就飘过去了。还好我闪得快啊，因为我就站在这个飞机的一侧，就是它往它飘的那个方向的那一侧。还好我闪得快啊，闪慢一点的话，我估计也得去缝针了。没办法，继续来看一下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是在室内去测的啊，我们这边室外都是禁飞区啊，没有任何报错，然后又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具体的根据这个问题去分析一下啊，往往像这种问题啊，比较头痛。1 hour later， 之前我想到了一个细节啊，之前有个细节就是客户说他自己做过视觉标定，标定也是 OK 的。他标定完之后，后来我这边我自己好像没做过，我是不是也要做一遍标定，是吧？这些最基本的软件问题先给它排除一下，还是先做一下标定啊。做完标定，如果再不行，再来换这个红外芯片啊，把这个芯片把它换掉。
我们先打开大疆的官方调参软件啊，官方都可以下载得到的啊，先打开，然后把飞机打开，将 Type-C 口插入到这个飞机的 Type-C 口啊，插上去。这个时候呢，电脑就识别到了这个飞机的型号，然后点校准，好，开始标定，好，现在开始啊。好，再点下视觉的标定。哎，下视觉我拍的是同样的位置，你看下面这个就很清晰，上面这个就很模糊哦。我用手去挡一下，看是哪一个啊？这边是清晰的，那这一个是模糊的咯。但是这个视觉本身干干净净啊，看不出任何问题啊。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啊，就导致这个下视觉判断障碍物不准啊。非常简单啊。直接把这个下视觉一套全部换掉啊！这个玩意儿很便宜，也没必要去修它了，直接给它换上去。好，再看一下下视觉，这一下好像就对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两个的清晰度都是一样的了啊，这样才对啊，这样才对。好，后视觉。OK， 等它标定。OK， 搞定。还好啊，刚刚我再去重新标定一下，仔细观察了一下啊，差点误干这个红外芯片了啊！因为干这个红外芯片是有风险的，到时候没干好的话，这个红外要出问题，这个飞机飞起来非常危险啊！幸好没去动那个红外，装起来。1 hour later， 看还会不会炸机啊？要炸机的话，大家赶紧跑，没有报错的啊！背一下啊！随时准备逃命啊！哎，我操！我去！我去！刚刚它有点飘啊，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往左，往右，往后推不动，因为人站在背后啊。往前 ，OK， 原地转向也 OK， 往后退是可以的，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准备降落。刚刚测试的时候啊，有惊无险，因为我们那个场地啊比较复杂，东西多，位置也不大。最关键是呢，是我那个地面呢，它是那种涂的那种反光的漆啊，它会反光，所以这个无人机识别到地面有反光物体，以为是障碍物啊，可能就会导致飞机呢会有点飘啊。但是总体来说呢，已经没问题了啊，已经解决了。我也拿到其他地方去飞过啊。也是没问题的，还是奉劝一下大家啊，像这种你说迷你的，你用手去抓嘛，我觉得还行啊，多练一下问题不大。像这种 L 系列或者玉系列的，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用手去抓啊，你再厉害再牛逼啊，也不要用手抓，万一跟这位粉丝朋友一样啊，手被划一下缝8针，很不划算的嘛。刮到手还好，要刮到脸的话就更惨了，是不是？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